世间万象皆有因缘，人们常常忙于追寻外在的福报，却忽视了身边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物品。它们的存在不仅是物质的载体，更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福气与运势。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，药师佛深刻教诲，福报并非单纯由积德行善所得，还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事紧密相关。殊不知，有些日用之物与我们的精气神、福报息息相关，一旦不慎外界，福报或许就悄然流失。如何避免这类失误？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挽回已失的福报？古印度王舍城有一位名叫善财的长者，他经营布商数十载，家境殷实，在城中享有盛誉。善财心地善良，乐善好施，经常帮助贫困之人，慷慨解囊。他家中设有私塾，每月初一十五还会布施米粮，城中百姓无不称赞其德行。善财之妻慧心贤淑贤良，育有一子一女，全家和睦，生活美满。他们家中供奉着药师佛像，每日清晨，善财都会亲自上香礼拜，祈求药师佛保佑家人平安。然而近半年来，善财家中却接连遭遇不顺。先是店铺无故起火，损失惨重，接着大儿子突发恶疾，卧床不起。后来又有几位欠债商人突然人间蒸发，欠款无法收回。短短数月，善财家从富足殷实变得捉襟见肘。这一日，善财独自一人来到城外的药师寺，跪在药师佛像前，长叹一声：“药师佛啊，弟子这些年来恪守善道，从不欺诈他人，为何突然间诸事不顺？是弟子做错了什么？还是命运弄人？”药师寺主持慧明禅师恰巧路过，见善财神情哀伤，便上前询问施主为何悲伤至此。善财将近来家中不顺之事一一道来，最后叹道：“禅师，我实在想不通，为何福报会突然消失？”慧明禅师深深看了善财一眼，问道：“施主，过去半年可曾借出什么东西？”善财挠了挠头，平日里借出的东西很多，钱财、食物、衣物都有，这很正常啊。慧明禅师摇摇头：“我是问，你可有借出过一些家中常用之物，就是那些你每天都会用到的普通物件？”善财思索片刻，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：“确实有，大约半年前，我的确借出了3样家中常用的物品。这3样东西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到，只是借给了亲朋好友，也没太在意。”慧明禅师神色凝重：“施主可记得是哪3样物品？借给了何人？”善财仔细回忆道：“第1样借给了新婚的邻居，第2样借给了开业的表弟，第3样则借给了要写婚书的朋友。”说来惭愧，当时觉得这些都是普通之物，就随手借出。现在想来，这3样东西确实借出后就再未归还。慧明禅师点点头：“善财，你有所不知，世间万物皆有灵性，有些看似普通的物件，实则与你的福报息息相关。那3样日常之物，看似寻常，却是你福报的载体，一旦离身，福报便随之而去。”善财大惊：“禅师，您是说我的不顺都是因为那3样普通物件借出去了？但这些只是日常用品啊，怎会如此神奇？”慧明禅师神秘地笑了笑：“善财，莫要小看日常之物，它们日日与你相伴，早已融入你的气息，与你的福报紧密相连。这3物虽普通，却是福报之源，借出后若被不当使用，福报自然随之流失。”善财忙问：“大师，那我该如何挽回已经流失的福报？”慧明禅师沉思片刻：“善财，你且随我来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他会给你解答。”说罢，慧明禅师带着善财来到寺院后山的一座石洞前，洞内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僧正在打坐。“师叔，弟子带来一位有缘人，请师叔为他解惑。”慧明禅师恭敬地说道。老僧缓缓睁开眼睛，
目光如电，看了善财一眼，道：我已知晓你的来意。你借出的那3样日常之物，看似寻常，实则非凡，它们与你朝夕相处，已成为你福报的载体。这3物一旦离身，福报自然随之流失。善财惊讶地问：大师，普通的日用品怎会如此重要？老僧微微一笑：善财，它们虽是寻常日用，却与你的精气神紧密相连。老僧慈祥地说：善财，药师佛在药师经中有言，世间万物皆有因缘，日用之物与人气息相通，乃福报所系。你日日使用的物品已经与你的福报紧密相连，一旦借出，便是福报外流。善财急切地问：请大师明示，我该如何挽回流失的福报？老僧看着善财渴求的眼神，缓缓道：挽回福报的方法共有5种，药师佛在经中都有明确记载，只是少有人知。善财双手合十，请大师慈悲，告知弟子这5种方法。老僧刚要开口，一阵急促的钟声响起。慧明禅师面色一变：不好，寺中有急事，我们得赶紧回去。老僧对善财说：缘分未到，今日就到此为止，3日后你再来，我会告诉你那5种挽回福报的方法。善财虽然心急如焚，但也只得恭敬告辞。回家路上，他一直在思索，家中的3样普通物品为何会与福报如此紧密相连？借出去会导致家运衰败，又有什么5种方法可以挽回已经流失的福报？3日后，善财再次前往药师寺，却被告知老僧已前往南海普陀山朝圣。善财心急如焚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只得回家等待。1个月后，善财在集市上偶遇慧明禅师，禅师告诉他，老僧已经回来，正在后山石洞中闭关。善财大喜，立刻前往。老僧见善财前来，似乎早有预料，微笑着说：善财，你家中可有好转？善财摇头：大师，情况反而更糟了，舍下老母也病倒了，药石无效，我真是心急如焚啊！老僧目光如炬，看着善财：善财，你借出的那3样日常物品，看似平凡，实则非凡，它们承载着你的精气神，是你福报的重要载体。善财焦急地问：大师，日常物品为何如此重要，与我的福报息息相关？老僧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道来：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这3者看似寻常，实则承载着你的本质能量。老僧目光深邃，看着善财渴求的眼神，语重心长地说：药师佛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提到过5种挽回福报的方法，这5种方法简单易行，但却极为有效，只要真心实践，福报定能回转。善财急切地问：请大师明示，这5种方法可以挽回福报？家中老母卧病不起，我恳求大师慈悲指点。老僧沉思片刻，终于开口。老僧慈眼如水，缓缓道来：善财，那3样不该借出的日常物品分别是铜镜、剪刀和毛笔。善财睁大眼睛：大师，正是这3样，我确实借出了家中常用的铜镜给新婚的邻居，祖传的剪刀给开裁缝铺的表弟，还有日日使用的毛笔给写婚书的朋友。可这些不过是寻常物品，为何会影响福报？老僧解释道：铜镜日日照见你的容颜，已与你的形象相连，是你自我认知的象征。剪刀裁剪万物，辨别取舍，是你决断力的体现。毛笔书写文字，记录思想，是你智慧的延伸。这3物看似平凡，实则与你的精气神紧密相连。药师经云：人之形神，系于日用，福报流转，始于细微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善财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难怪自从这3样物品借出后，家中就诸事不顺。大师，那挽回福报的5种方法是什么？老僧点头道：现在我就告诉你这5种方法。第1种方法是收回。
药师佛在经中教导，福报流失首先需要截断源头，你要尽快将那3样日用品收回，不必顾及他人感受，毕竟事关己身福祉。收回时需双手恭敬接过，同时心中默念福报回归3遍。药师经有言，若有失误，潜心求之，必得还复。收回后，应将物品安置原处，3日内不在外界，让他们重新与你的气息相融。善财点头道：大师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尽快将铜镜、剪刀和毛笔收回，无论如何都要取回。老僧继续道：第2种方法是净化，物品回来后已沾染他人气息，需要进行净化，可用清水洗濯，或用香火熏染，或放置窗前让月光照射一夜。药师经中记载，净物明心，气清福至，这样能洗去外界不良影响，恢复物品本来的灵性。善财问道：大师，净化时需要念诵什么咒语吗？老僧微笑道：无需梵文入结，心诚则灵。净化时只需心中默念尘垢消除，本性清明即可。记住，态度比形式更重要。第3种方法是使用，收回净化后，你要亲自使用这些物品，重新建立连接。铜镜要每日照看，剪刀要亲手裁物，毛笔要勤加书写。药师经中提到，日用之气，勤用则灵。通过频繁使用，能让这些物品重新与你的福报相连。善财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我之前常把这些物品束之高阁，很少亲自使用，难怪福报会外流。老僧点头道：第4种方法是加持，物品收回后，可进行特殊加持，以增强其福报属性。每天清晨面向东方，用双手捧起物品，心中默念药师佛真言：南无薄伽伐帝，顶沙舍，俱卢毗琉璃，班拉婆，呵罗都也，达他揭多也，阿罗诃帝，3藐三婆陀耶，达至他安，顶沙士，顶沙士，顶沙舍，3枚揭谛沙诃，一共念诵7遍，让药师佛的愿力加持于物。善财认真记下真言，问道：大师，加持需要连续多少天？老僧回答：连续21天为1个周期，之后每月初1、15加持1次即可。药师经云：持咒加持，福寿绵延。通过定期加持，能增强物品的福报力量。第5种方法是分享，当你的福报开始回转后，不要忘记分享给有需要的人，可以用这些物品帮助他人，比如用铜镜帮人整理仪容，用剪刀为贫困者剪裁衣物，用毛笔为不识字的人写信。药师经中药师佛第4大愿是令诸有情安住大成。通过善用这些物品利益他人，不仅不会减少福报，反而能增长更多福报。善财若有所思：大师，这是否意味着日常用品可以借给他人，但要注意方式方法？老僧微笑道：正是如此，借出不是问题，关键在于如何借，借给谁，以及借后如何处理。若借予知恩图报之人，且借出时心中默念福报相随，终有回转，并且约定归还时间，福报就不会大量流失。药师经中提到，善用方便，福不外流。善财恭敬地向老僧顶礼：大师慈悲，弟子今日豁然开朗，原来福报的流失与回转都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日用品上。我一定谨记大师教诲，尽快收回那3样东西，并按照5种方法实践。老僧慈祥地说：善财，记住，物品只是载体，真正的福报源于心念，心正则物正，心清则物灵。药师佛菩萨的教诲，就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觉察细微，明辨因果。从那日起，善财按照老僧的指点，立即着手收回那3样日用品。他先是找到了借走铜镜的邻居，委婉地表示需要使用，又向表弟取回了祖传的剪刀，最后从朋友处收回了常用的毛笔。善财将这3样物品收回后，
先用清水仔细清洗，再用香火熏染，然后放在窗前接受一夜月光照射。净化完毕后，他开始每天使用这些物品。清晨用铜镜整理仪容，白天用剪刀裁剪布料，晚上用毛笔写下当日心得。每天清晨，他都面向东方，手捧物品，虔诚念诵药师佛真言7遍。渐渐的，善财家中的运势开始回转，先是大儿子的病情有所好转，接着店铺生意渐渐兴隆。不久后，那些欠债的商人也陆续现身还债。最令人欣喜的是，老母的病竟然不药而愈，精神比往日还要好。1个月后，善财再次来到药师寺，向老僧报告喜讯。老僧欣慰地点点头，善财，你已明白了其中道理。日常之物看似平常，实则蕴含深意。药师佛的教诲就在我们身边的一点一滴中。善财恭敬地问，大师，除了铜镜、剪刀、毛笔这3样物品，还有其他日常之物也会影响福报吗？老僧微笑道，世间万物皆可影响福报，但最重要的还是那些与你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物品，它们承载着你的气息和能量，是福报的重要载体。记住，珍惜身边之物，善待万物，福报自然不离不弃。自此以后，善财对待日常物品格外珍惜，不再随意外借，即使偶有借出，也会嘱咐对方妥善保管，并约定归还时间。他还将老僧的教诲分享给身边亲友，让更多人明白日常之物与福报的关系。善财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深刻的启示：福报并非仅仅取决于外在的善行与不施，更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息息相关。那些看似毫不起眼的物品，一面铜镜、一把剪刀、一支毛笔，正是我们精气神的延伸。它们与我们朝夕相处，渐渐融合了我们的气息，承载着我们无形的能量。一旦被轻率地借出，甚至长时间滞留于他人之手，便容易形成气息断裂，从而导致福报流失，运势转衰。在药师佛的智慧中，我们看到一种极为细腻的因果观，并非只有大善大恶才牵动福报的流转，那些极为日常、极为微小的行为与选择，同样影响深远。药师佛在经中言道，人之形神，系于日用。这句话不仅是宗教语言的描绘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提醒。我们的精神状态、福气走向，其实早已深藏于每日所用、所处、所念的琐碎之间。善财通过5种方法，收回、净化、使用、加持、分享，将自己流失的福报一点一点挽回。这不仅是修复物品灵性的过程，更是他重新认知自己生活方式的过程。他从漫不经心到前进谨慎，从将日用品视作工具到看作载体，他的心境逐步提升，行为逐步转化。这正是修行的真实体现，不是脱离世俗，而是深植于日常。收回是止损，是重新建立与福报的连接；净化是去除杂染，是心念与物件的清理与重构；使用是实践，是人与物之间能量的重新流动；加持是愿力的注入，是通过药师佛的真言让物品恢复灵性；而分享则是最高一层的福报循环，将所得善果再度回馈社会，让福报在传递中增长升华。故事的结尾并未止步于一家人的好运回归，而是在善财内心的觉醒上落笔。他不再仅仅依靠布施积德来求福，而是明白了护福的重要。他学会了敬物、惜物、慎物，也将这份体悟分享给更多人，让身边之人同样懂得，福报不仅要积，更要护、要用、要传，这才是真正的长久之福、圆满之福。或许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也都藏着属于自己的铜镜、剪刀和毛笔，它们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对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保持足够的敬畏与觉知。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药师佛的智慧提醒我们，福报从不遥远，
它就藏在我们每日的呼吸、起居与用心之中。只要心念正直，行为慎密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自己的福气，让幸福安稳常伴左右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